师兄，怎么样，找着案子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个新人刚刚毕业，初来乍到的，还兼职主任助理，每天帮他忙前忙后的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找案子？但你说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，到时候提成他是不是也不会分给我呀？要他分钱，还不如要他的命呢。来，我先给你弄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那你说，我这刚一毕业，两眼一摸黑，上哪儿去找自己的案子呀？别急，谁都要过这一关的呀。你能不能抽出空来呀？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办案子呗？我的提成按照你的工作量，我分一部分给你。谢谢师兄，但是心意领了，不能这样，毕竟我还是得找自己的案子。另一个要是被韩主任知道了，指不定有什么是非。有志气，没事。这个找案源啊，就像投三分球一样不容易，但只要投上了，那就是3分，没准哪天就砸你头上了呢。小何，这上班时间你在这聊大天儿？我没有，主任，我是在请教关律师一些法律问题。我是你师傅，你请教小关，你是看不起我这当师傅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顺便。有个当事人过来点。师兄，我走了。一会儿我放你桌上啊。谢谢师兄。没事。你找我？您就是韩律师啊？嗯。俺就是找你来的。不是有预约吗？咋预约？俺打听着就来了。哦，慕名而来。好，中午坐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啊？离婚。离婚？你这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离婚？你就凑合着过吧。不是俺哎，是俺闺女。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？我闺女呀，不是这样啊，老人家，我们呢是律师啊，不是兽医，没法包治百病啊。而且我们这业务是有分工的，像我这种级别的啊，一般只办非诉案件，像比如说什么知识产权受理啊，什么法律顾问啊，合同审查呀。那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啊，我很多年没办了。这样吧啊，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，啊，在前台会给她安排个律师。啊，这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小何，送一下啊。哟，韩律师，哎，咋这就走了呢？奶奶，俺还没说完呢。奶奶，这是干啥呀？奶奶，你别着急，你先不着急成吗？啊，半句话都没说完呢，他就走了，这瞧不起人呢。不是奶奶，你说还找他干啥呀？韩律师真的有事儿，真的有事儿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先歇一会儿，您在这坐一下，我给您倒杯水。您别着急，好吧？里面有2个人等他呢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跟我先说。您真有事儿啊？对，真的。真有事儿。你说说奶奶啊，您别着急，不让说话呀，这是啊。别着急，您先喝口水啊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先跟我说说呗。你也是律师啊？我是韩主任的徒弟，是实习律师。不过您跟我说，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。中啊，那俺就跟你说说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俺那闺女啊，她没有夫啊。自打嫁给那丁大华以后啊，一天好日子少不少，都没过过呀。当初她没发达的时候，俺闺女跟着她受苦受累，啥都不说。后来她住监狱了，她蹲监狱了，你知道不？俺闺女啊，在家里头给她伺候老的，养着小的，哪走一个男的。现在倒好，她发达了，要把俺闺女扫地出门、净身出户啊，要把那家产呢，全都给她那小狐狸精。你说天底下咋有这样的事儿？她怎么不是个人呢？奶奶，我想先问一下，您说的丁大华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？不是他，还有谁？
奶奶，您放心，您闺女这件事儿，我们律所一定帮她讨回公道。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，您看可以吗？闺女，你让俺咋谢你好哎？没有，奶奶，您别担心，稍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找他过来。中。别着急啊。师兄，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来了，说是有个小三儿，要把原配踢出门，快去看看。你等等。天哪，大华集团现在资产已经过了20亿了，这官司有的打。星云啊，你的3分球机会来了啊，快去。是我们韩主任说这次他不做，咱俩一起做，快点，老太太等着呢。奶奶，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，姓关，叫关涛，最擅长就是打离婚官司了。你好，奶奶。关律师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啊，应该的。来，您坐。您坐，您坐。坐下。关律师，我看着奶奶可亲了，而且奶奶这次过来，没跟闺女说，就是想咨询一下，您看这个咨询费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啦？按规定呢，是要收的。那就收呗，俺不差这点钱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奶奶，主要是我们收了您的钱，就好像这案子您一定得委托给我们似的。可如果到时候您闺女和您意见不一致，就怕您为难。关律师，星云啊，你先别跟所里说，我跟奶奶随便谈谈，就当是聊天了，不收你的钱。这当律师啊，不能只掉在钱眼里。奶奶，您方便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？方便方便，今天呢，俺碰上好人了。这就是我的电话号，然后您回去之后沟通一下，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找我。行嘞。闺女啊，俺到了家呀，就跟毛毛他妈说，俺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跟关律师了。奶奶，我们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您闺女的权益的。行，俺的车来了。奶奶您慢点啊。哎，奶奶再见，随时联系。回去吧。师兄，我想跟你聊聊案子的事儿。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没问题了。奶奶说她回去跟闺女说，说完之后，这个案子基本就交给咱俩做了。他说了能算吗？你刚才没听奶奶说吗？她闺女不是很有主见，什么事都听她的，所以是她来咨询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是奶奶认咱俩，她闺女那儿肯定没问题啊。行，挺好的。而现在呢，还有一个问题。是吗？老韩，她怎么了？你现在是实习律师，你不能单独做案子的。我没单独啊，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，师兄？都看他才是你师傅啊。不，他说了，他不做离婚案。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丁大华的岳母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师兄，你当时当实习律师的时候，你怎么办的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2种办法啊。第一呢，是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，大不了就是他跟你翻脸嘛。但付出的代价是啊，有可能1年之后你不能转正，就跟我当初一样。第二个办法呢，就是心甘情愿的受他的盘剥，好歹
熬过这一年。那要按你说的第一种，我坚持的话，这个案子我就能不跟他做了？那你要坚持的话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啊！我不说了吗？顶多就是不能如期转正嘛。那你当时怎么转正的？我当时有他的把柄，我那个时候运气好，无意当中发现啊，他这边吃着被告，那边给原告通风报信，所以他就不敢把我怎么着。但你现在不一样。群啊，这么说吧，我们到这个律所来呢，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行业，不是为了来讨好某一个人，所以没必要受制于一个小人。可如果我真的转不了正，是不是代价也有点大了？所以这事儿要靠你自己权衡啊。要不我还是跟他说一声吧。你想啊，这个开锁函无论如何都得找他盖章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怎么着都绕不过他呢。没事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你不用太考虑我，我反正都有案子可以做的。我就是怕，万一让他知道了，那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就没了。你看，又耍小孩子脾气。你说这所里的实习律师不都得我来带吗？再说了，一个农村小丫头，她能跟你比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是再多想，啊，那可就玷污了你我之间纯洁的情感了。哈哈。进来。主任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给您汇报件事儿。哎呦，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啊？自从你当了这实习律师以后，还没见你对我这么尊重呢。那，主任，您还让我跟您汇报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今天来的那个老太太，她是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。丁大华有了新欢，想把原配扫地出门，正在转移财产。他岳母想让他女儿离婚。主任，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就有20多个亿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你年轻人你就得多历练。你说，你看我让你去接触一下当事人，这马上就有提高，对吧？不是，赶紧啊！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，给我放过来，好吧？啊，主任，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我把老太太留下来的，那这个案子，您是不是可以带我跟您一起做？啊，行，我考虑。对，你先把他那个联系方式给我，好吧？那主任，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小何啊，人老人家是慕我韩大律师之名来的，对吧？这刚才你也看见了。你说你作为我的实习律师，我安排你去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你怎么还谈上条件了呢？我怎么敢跟您谈条件？我只是说，我这不是也刚入这行吗？找到一个案子也实在是不容易，您就带着我做呗。行，我会考虑的啊。你赶紧先准备材料去。谢谢主任。大华。青来怎么样了？庆来还在卧床休养呢。现在地里的活都是我公公在干。哟，那现在老王家就是你当家了呗？那也不是，我就是跑腿的。
其实大主意还是我公公婆婆说了算。太客气了吧？要是你公公婆婆当家，能把我告到派出所去吗？哎，李公安说了，罚我1000块钱赔给你们家，请来的医疗费你们算算，过几天再来取一下，这事儿呢就算了了。你回去呢也跟你们家庆来说一声，多向有德学学，做人厚道一点。钱谁都喜欢，但得靠自己的本事挣，就不能讹人家钱，是吧？更何况讹的是集团公司的钱，是公家的钱啊。万书记，您这话得说清楚，谁讹公家的钱了？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你们家庆来啊，跑到我办公室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，就为这点钱，要不然我能踹他？万书记，那庆来可不是无理取闹，是集团给我们把钱都给报了，但是种地、搭建大棚、搭进去的时间、劳力我们都没算进去呢，这些我们都认了。那牵连到经销商，人家损失6万块钱找我们赔偿，我们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去啊？这才找集团要的呀。你跟庆来可真是两口子，都会算计。行，不是要算吗？那咱就算算，是吧？7万块钱，7万多块钱没有票据，是吧？我是看着王有德老实，我相信你们家没有发票，甭管集团费多大的劲，给你们报了吧。得寸进尺，这又给我冒出个6万块钱，是经销商跟你们要6万，我就得给6万。啊，经销商要跟你们要60万，也得我出呗。你弄明白了，这不是我万善堂的钱，这是集团的钱，公家的钱啊，是万家庄老百姓的钱，我得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。是啊，您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，那我们也是万家庄的村民呀，谁为我们考虑过？那你们这政策说开发票开发票，我们上哪知道要提前开发票的事儿啊？近些年来，中央对3种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。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咱农民吃亏。你让我们吃亏了，那这地我们就可以不让了。你们吃亏了吗？少给你们报1分钱了吗？这地你说不让就不让了啊？我告诉你，国家有政策，我万善堂有良心，这个项目好不容易给落实下来了，马上就要开工。这个厂子关系到万家庄的未来，万家庄的名声，万家庄老百姓的利益，我看谁敢捣乱？谁敢捣乱？就是跟我万善堂过不去，就是跟温家集团过不去，就是跟万家庄的父老乡亲过不去。大王家不是你做主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回去，谁耽误了保健品厂按时开工，后果自负。拿着钱走吧。万书记，我们不要你的钱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你把事情怎么弄成这样了啊？你干嘛跟万书记顶嘴呢？他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呗。我没想跟他顶嘴，我就是想跟他把道理给讲清楚。咱们是过日子，不是过道理的，用不着清清楚楚的，糊里糊涂过不就完了？你惹他干嘛呀？你这想是，你到底想干啥啊？哎呀，都不是你在这瞎掺和的。他把万书记得罪了，有好处吗？这不现眼吗？爸，你别生气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。你能解决？你能解决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吧？你这说这都没用，你说这个，要不是你们爷俩窝囊，能让幸福怀这个孩子跑来跑去的吗？就知道窝里横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什么叫窝里横？你干嘛去啊，爸？不理他。我寻思着他找万书记去了。哎，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兴许万书记给他几分老面子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就是对他们太好了啊！这人啊，就是没良心，白眼狼，人闲生是非，都是吃饱了撑的。万书记啊，你这血压还有点高，
接着这段时间呢，你要注意好好休息啊，按时吃药，不要太着急。这情绪不好啊，对身体啊影响特别不好。听见了吧？啊，情绪得好一点儿。你说被个小媳妇儿气成那样，至于的吗？你就少说2句吧。啊，你要什么事都行，还用我操这个心啊？上午鸡汤我就不吃了，在家歇歇。你把事儿都盯着点。行。那行了，好好休息啊，好事儿的啊。啊，辛苦您啊。哎，那什么，你把爸照顾好啊。嗯。专家，万书记在家吗？行了，照顾好你爸爸啊，慢点啊。哎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休息呢。万书记，我听说您病了，我给您送点水果。万书记，都是我那儿媳妇不懂事儿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哎，这个女人嘛，怀孩子的时候都这样，疯疯癫癫的，再加上青来一病，她一着急，办事就更不靠谱了。你可千万别跟她认真。您的身子骨比他重要，万书记，您看我跟着您前后几十年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这老脸一个面子？赔偿的事儿再考虑考虑。刘德啊，你应该也碰上了吧？全家刚把医生给送走，大夫说我这血压都过了180了。你们老王家是想把我整死，轮番进攻。哎呀，万书记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补偿款的事儿啊，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庆来的媳妇儿讲清楚了，没什么商量的。协议已经签了，就照协议执行。哎呀，万书记，有的说，我爸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，哎，您人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我爸身体不好，能不能让我爸好好歇会儿？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事下次再说吧，回吧回吧。哎呀，休息了。好。来，吃药吧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，这还怎么过日子？这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别瞎折腾，别瞎折腾，就是不听，非得瞎折腾。现在倒好，地没了，钱没了，庆来被踢了。我这老脸也被丢尽了，关键是把万书记还得罪了，得罪谁不行，你非得罪万书记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村叫什么？叫万家庄。再折腾，你给我折腾，把地要回来，把钱要回来。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喂，幸运，最近忙吗？啊，姐有点事儿找你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。
师兄，你看这条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？哎，青芝，这上头都有，这书咱得买一本。师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有些麻烦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跟村里头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，在法律上呢，就视为你们已经认同了土地转让。不过好在你们这地面作物呢，作为补偿的一部分，还没有动工拆除，蔬菜呢也没有成熟收割。未来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。村集体啊，是按照政策征地，你们的诉求呢又是合情合理，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对方是不能强制拆除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还有争取回来的机会啊。哎，管涛，你觉得我们打这个官司能赢吗？这个幸运知道的，没有哪个官司说我就能100%赢，但是我来打的话呢，有80%的把握。那太好了。嫂子，你来的时候跟大妈商量了吗？商量了，开始他俩还有点不同意，所以我就说我过来跟你一块儿商量。但听关律师一讲，那咱不是就更没啥顾虑了吗？哎，咱们把这个协议签了，然后我把费用给你。哎，费用先不用着急，都是朋友嘛。但是呢，你们得给我出一份委托协议，否则的话程序上不合法。那我先谢谢了。不用谢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和幸运先回去上班了。啊，行，我送上你。不用。我们送你。但我已经买过了啊。谢谢啊。你慢点啊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啊，你们啊有什么要求，随时跟我们说啊，我们24小时开机，对啊，为您服务。行啊，进去，喝水啊。奶奶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毛毛他妈呀，这就是俺跟你说的那个好闺女。你好。刚才呀，跟韩律师还打听你来着。阿姨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何幸运，啊，是我的徒弟，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实习呢，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过一个案子，要是平时啊，一般的离婚案我带他就办了啊，但是您这个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，而且案值又比较大，啊，当然了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，那可不行哎。按这案子可不能让人练手啊！行，明白了，您放心。小花，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，催着去拿传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还没拿？你赶紧去，人当事人还等着呢。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？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？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？当事人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1位，啊！你赶紧去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去啊！奶奶再见。现在这个年轻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长见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流氓！没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你姐那案子吧。毕竟是我姐婆家的事儿，还是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正好你熟悉那儿的情况，我呢，正好也缺一个搭档。蚂蚱腿上也是肉啊，那多少你还能有点收入，不是吗？那我再想想吧。那行，那我先草你一个律师函，如果可以不用起诉就解决问题，那不2全其美吗？过去了，别想了啊。谢谢师兄。
不打了？说说吧，这个事儿都想怎么办呀？都不说啊？都不说，那就听我说了。我给出个主意啊，要羊的出一半钱，要钱的别要羊，干脆1家1半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坐下。为了一只羊，你们这几辈子的好邻居打成了仇家。这真要是争个金山银山啊，也值。这为这几个钱值吗？这怎么着？这以后再也不见面了？啊？这就没有一个不就手的时候需要邻居伸手帮帮忙了？行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拟个协议，回头你们签个字，我明天再上市场找个经纪给羊估值啊！行了，都回吧，我这挺忙的。可李公安，这羊明明是我家的，我还得花1半钱买回来，你说我冤不冤？明明是我买的羊，被你用1半钱领走了，我才冤呢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一上午这车轱辘话说的没完没了的，那还想怎么着？好了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去以后不能再吵了啊，也不能再打了啊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回吧。我什么你的羊不吃？什么时候成你的羊？老李，这两人啥事儿啊？还没大事儿。哎呀，为了一只羊，孙茂才家多了一只羊。这张善家说是他家跑的，孙茂才非说是他在市场买的。嗨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明明就是张善家的嘛。嗨，哎，那个万家庄保健品厂电机室，您还去吗？哎呦，我得去啊！我得去。哎，正好我送你车走。嗯。老李，我去看看他们现场保卫工作布置怎么样了。好。哎，李公安来了。哎啊，我哪儿？你看我。李叔，哎呦，李局来了！哎，李局，正好啊，看看，就那个电机那个机，下面就是你，你旁边是大领导，位置满意吗？是吗？我打你我，别拿你叔打岔啊！怎么着呀，李叔，今天来维稳来啊？要不说你爸现在还踹你都多大了，没个正形。哎，你爸呢？他跟才良去高速路口迎客人去了。哎呀，万家庄现在可不一样喽。这你爹当年带着10几个人上山采石，还没有这个广场。我记着铺这广场的时候啊，你爸那时候是村主任。哎呀，那个时候行了，哎呀，跟我爸一个毛病，一弄就那个时候，你多说说这个时候，大不爱听啊。这时候，这个是最幸福的时候了，让你们赶上了，多好啊！要啥有啥。哎呀，虽然说是农民，也不用种地。再说了，种地你也不会。那人往高处走，对吧？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，谁还去地里刨食吃啊？啊？哎，你不现在也开汽车来了吗？以前就那3轮啊，带个斗那个，3步一熄火，你追个贼，遇到紧急的，你得把摩托车扔了，地下跑。去忙去吧，别跟我贫了。哎，李叔，我问你个正事啊，你看我这个脸肿不肿啊？咋了？肾出毛病了？
我昨天陪个客户啊，从陕西那边来的，非要说喝红酒，那我搬了2箱去啊。结果这个怂喝红酒非要兑汽水，1瓶红酒兑8瓶汽水，这不胡整吗？2箱12瓶红酒，你算算我喝了多少汽水？喝的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，我都。这真是胡整，这个。行，李叔，那我那个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！我作为咱们万家庄的这个门面，我还找个地儿赶紧洗把脸去啊！你溜达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喝红酒一定不能兑汽水。真胡整，这个。哎，小赵，哎，来。哎，你在这盯着点啊！有事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呢？我去做个回访。啊，有事打电话。好。这边我都摆好了，这是没保险，到时候检查一下，过警了。结束了再咱们我现在给看啊。领导们来了！领导们来了！来了！有人吗？叔，喝水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没谈拢呢？那善堂不是答应给你们赔款了吗？这怎么又谈崩了？我们也没准备要他的钱，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委屈了。你说他那态度也太欺负人了，就好像替人理所当然似的。哎呀，善堂这个人啊，就是这点毛病不好。他对传家也是，伸手就打，抬腿就踹，不一定就是针对请来的。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知道书记不是故意的，那也不能说这踹一下就是对的吧？那踢人肯定不对。就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？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6万块钱。后来我公公也去找他了，也没个结果。啊，是这样啊。那我就没啥办法了，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。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呀，我已经跟我妹说了，他找了个城里的律师来帮助我们。就律师？这是要打官司啊？这也没办法呀，这不是闹僵了吗？非说协议签了，其他一概不管。6万块钱啊，我们哪赔得起啊？啊，是，别说6万块钱呐，就是600块钱，那也得把有德心疼死。哎呀，不过这打官司毕竟不是好事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乡里乡亲的。哎，你们俩就没再找万书记再说说？你们都是年轻人啊，晚辈，这你跟他说2句好话，再诉诉苦衷，这没准儿，这问题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打什么官司啊？是。其实那个万书记有时呢，他也挺讲理的。哎，你这人可真是欠打呀你！李叔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？那他踢人太有理了，我们又没做错事儿。那律师都说了，那合同里写着呢，承包期内不能随便征人家地。反正我们大棚还没拆呢，那就算是要谈判，他们也是应该来找我们。法律文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实在不行就听法院的，输了我们也认。行，你们都厉害，我这张老脸不值钱，要不再给我个机会？
我去找万书记聊聊，啊，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事儿说和了，怎么样？其实我爹呢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那个面子薄，就让那个传家媳妇说了几句，就不愿意再出头了。你觉得呢，幸福？我觉得凡事都得讲个理，不能欺负人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，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，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，不临深渊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，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，不临深